今天是给大家伙带来合金弹头的最新记录啊！当然呢，咱们回归直播之后啊，然后做视频做上传，应该是都把这个记录呢先都做一遍，然后再找一些好玩的。今天这个记录呢，其实并不是官方原版啊，其实它严格来讲呢是1v2版，也就是目前来讲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咱们改成一个人打2个人的这个版本。也就是说，你正常咱们就跟那个火龙快打1v3一样，1v2版本呢就是一个人打2个人的怪物和这个补给啊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反正这个意思大家伙知道就好了。而这个速通的玩法就是比谁快就好，而这个合金弹头插的大家伙之前我做的那个速通是正版，然后这边呢是改版之后呢也不叫改版了啊，它其实也是官方原版，但是确实是你正常你要原版的话玩不出这个效果，一个人的话就是打一个人的啊。那这个有多难呢？我感觉啊，应该是不是特别难，就是说还是要背板。当然呢，合金弹头插呢是游戏当中最经典的一个版本，这不用多说。速通的话呢，咱们看看这个咱们的操作者呢是开心，他打的这个游戏啊，我感觉就是以稳为主吧，因为这个咱们打平台记录并不是。因为是人脑嘛，并不是挑战全球什么全世界的记录。平台记录呢，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呢，也并不是说一定是全网最快的啊。因为你要知道，有很多职业玩家啊，就是包括你像咱们之前说那个合金弹头插的摊分，就是日本的那个埃摩抠，他目前呢应该是762万的最高记录，而咱们中国人目前最高记录的平台记录是728万，整整差了。对吧？整整差了将近40万的这个数量，你想想啊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不过不要紧啊，速通的话呢，速度还是蛮快的。咱们这个1v2版本呢确实难，由于是困难模式，所以说这个怪物的这个血量也非常多，咱们呢一直在底下扔雷，但是还是秒掉了啊！看起来比一个人玩的时候秒的要低一点吧？啊，什么叫秒掉啊？好的，感谢我们猪哥一手坠机啊，一手坠机啊，确实是啊。包皇城是什么意思？皇城 PK 嘛啊，5000分的小娃娃。合金弹头，你们大家伙发现没有啊？合金弹头还稍微面一点啊，因为它是之前的那个公司，到第2部呢才是转到SNK 吧啊。所以说呢，从2代开始往后，你会发现都挺像的，它这个风格一直都没有改，很高级的这么一个游戏啊，真的啊，就是。也是目前全网这个人气最高的闯关游戏之一啊！如果我非得说它是最高的，其实也行的啊，真的也行。因为小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玩嘛，射击类型游戏吧，虽然说好玩，但确实太难了。这种游戏呢确实难，而且还有一定的冒险这种特殊元素。而这个咱们的这个漫画呢也非常帅，尤其是像你选这个 Margo 啊，他站在那个悬崖边上。啊，他会流大鼻涕啊，也是，反正总体来讲就是有意思，而且它这种隐藏元素非常多，比如说合金弹头2或者叉有那个隐藏的那个叫什么叫阿拉登神钉啊，对，阿拉登神钉，神钉是什么鬼？好，就是快啊，连续的往前走。这个速通呢，其实要跟原版速通肯定是差很多，因为毕竟是1v2版本啊。好，跳过去，20万热度了。这个回归之后啊，咱们的这个官方啊，咱们的这个斗鱼官方是给我狼，应该是给我狼开了一个小灶啊。咱说实在话啊，我的热度呢肯定是没有这么高啊。热度的话，应该大概是多少合适呢？目前来讲，我觉得应该是以6、7万啊才是比较合适。它这个热度呢，反正是高点就高点吧。然后常规的话，应该是他给了我16、17万，因为我刚回归，可能是对我狼非常好啊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曾经我狼虽然说不是王者啊，但是怎么说也是大师级别了吧啊。就是这个由于这个房间号啊丢不起那人，这个房间号97号，整个斗鱼里面最帅的 ID 之一，对吧？这么帅的 ID， 你说没有那么多热度，是不是一点排面都没有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扔手雷朝下开这个燃烧弹，这个是伤害非常高的啊。燃烧弹朝下开啊和朝上开都是非常过瘾，跳起来朝下开呢稍微面一点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很多人为什么问这个盘龙柱为什么不往上走，是卡了吗？没有卡，他还没有往上走呢就被咱们秒掉了。
不过呢，正常如果是正常版本啊，它就已经死了，而 1v2 版呢还是稍微坚挺了一点啊。咱们是打了很多的手榴弹加上这个燃烧弹。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吃那个机器？吃那个机器呢反而会很慢。如果你是用 F 子弹跳起来往下烧的话啊，这是非常爽的。Fire 棒，哎，它这个配音真的好啊，确实屌。送了飞机之后呢，能达到20万热度，也是有点排面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也没什么说排面。你看像河池、像广州小孩，他们好像都是40万热度了啊，其实也就无所谓了啊。热度这种东西，你要非得让它跟人气好，人家是这样的啊，就是热度呢，热度是骗观众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斗鱼直播助手上显示的真实人气呢，是骗主播的啊。总体来讲还是骗。比如说热度现在是196258，然后呢，真实在线人气呢，因为刚才玩劲乐团，最高的时候这两天最高的时候能达到3700的真实人气，而目前为止呢，显示是1680个真实人气。但是你想想，怎么可能？如果真的有1680真实人气，估计弹幕已经爆炸了。不信咱们就测试一下。现在如果你能说话，假设你不是用电视看啊，假设你不是用电视看，你就正常说话，你发弹幕，你发个1，发个小狼我爱你什么之类，你看看啊，我估计肯定不超过100个人啊。当然呢，也不排除确实有一些人呢用这个电视啊，确实有一些人用电视看，你想让他打字呢，他也打不了。有些人用手机看能打。哎呦，这么一看，100个人是真有了。我估计大家伙算一下啊，我估计的话应该是200人以内啊。这人还真不少啊，还真不少啊。那这么说，我还是小瞧自己了啊。好好解说啊。前面几关都比较简单，核心弹头叉呢最难的地方呢，在速通方面上，我觉得还得是最后一关啊，真的还得是最后一关。好，这个96号飞船，它为什么是96号啊？我在这里面呢大胆的推测一下，合金弹头叉呢，它的剧情基本上属于完全照抄美国的那个独立日啊，照抄美国的那个独立日。好的，金币就不吃了啊，暴力球的金币最多能吃到6400。这里面呢为什么打得这么慢啊？它还是因为是 1v2 版本，所以说 1v2 版本呢，尽管呢咱们补给多，但是呢 BOSS 的血量也确实是有点变态了啊。是超能坦克，没有腿可以吃的。因为那个独立日就是96年上映的啊，我猜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啊，因为独立日就是96年上映的，然后剧情就是独立日，而且它不仅是你说它是这个叫致敬或者对吧都可以啊，那个时候咱也没有像现在版权意识那么多，但是呢它剧情完全相似啊，真的是完全相似。就连最后那个飞机开进母体里面，然后用飞机自爆，就那个飞行员，然后他说他从小啊，他说他小的时候呢是被外星人抓到那个去研究过，所以说非常恨那个外星人，他就要跟外星人自杀啊，也找回自己的面子。他是一个农场，开那个撒农药飞机的那个人啊，他并不是专业的战斗员。好，看看。这个Modern机械蜘蛛啊，确实还是血量太多。跳上来之后呢，扔雷。其实如果要是正常的话，可以选择就是利用挨打这个超能坦克直接跳上去，跳到这个 Modern 的这个机器的上面啊。这个铁路游击侠，铁路蜘蛛侠。你看他血是真的比单人玩多。如果是单人的话，这个 BOSS 已经死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刚才早就死了。一个人玩啊，确实是简单。如果是一个人打2个人呢，尤其是一个人然后打2个人的这个怪物，也确实是难啊。你看，现在是9分钟才过第3关。Mission complete。1v2 版。当然，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1v3、1v4 版？因为这个游戏目前为止啊，它只支持2个人同时玩啊。如果很多游戏可以支持4个人玩的，比如说《三国战记》《忍者棒球》啊，这都是可以支持4个人玩的。比如说《恐龙快打》呢，如果是日版的话，好像据说日版是只能2个人玩，但是美版呢是可以3个人玩啊。还有那个，比如说像有些闯关游戏啊是3个人玩的，《圆桌骑士》
啊，还有那个什么叫就铁钩船长，对吧？普通怎么练才能这样？怎么练才能通关？这个游戏想要一命通关呢，其实也不难。首先呢，你要下功夫去背板。如果你的反应速度慢呢，就一定要背板。第二呢，该归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归。所有的闯关游戏啊，大家伙记住，所有的闯关游戏，你不要看人家玩的很帅，你就去盲目的就是那种鹦鹉学舌的去学，而且更不要什么呢？更不要莽，觉得人家玩速通，你也想速通，对吧？人家速通都是有路子啊，不像你，对吧？你就是全凭那种就是匹夫之勇、血气方刚的那种，那不行的啊，很面的啊。Heavy Machine Gun 啊，好，这个音乐非常好听嘛，这个游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之一。但是呢，一会儿的那个 BOSS 啊，我就不理解了。这个 BOSS 呢，长房子，这个 BOSS 呢，它的本体是那个大炮筒，但是呢，前期先用燃烧弹呢先秒掉，然后呢让他把大炮筒打出来，然后用石头去砸。我们看看伸出炮筒，然后这个位置你看啊，卡住这个位置之后，你会发现就是无敌的，他炸不到咱们，他只会正着炸，然后斜着炸。啊，永远都是有一个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叫多少度角，70度角无敌效果，而且它那个炸弹炸下来之后呢，借着它那个火，咱们还可以直接飞上去。虽然说没什么用，用大型燃烧弹外加这个石头雷，直接就把这个 BOSS 给秒掉了。当然呢，这个也是攒啊，你前期不能浪费啊。好，感谢刚才我们4个 F 大哥日常的一手办卡啊，每天都来给我办卡啊，确实是非常支持我狼的啊。狼总还当老板吗？没有当啊。我狼坐飞机解说不多呀，基本都是 FC 飞机。飞机解说，飞机类型解说 FC 的话，加纳战机、宇宙巡航机，还有沙罗曼蛇、冰封，这都是飞机游戏当中的佼佼者啊。那你如果非得告诉我有那个1942、1943也还好。街机的话呢，有什么半地狱，什么怒手领风123啊，这是最大往生之类的。然后还有就是传说中的这个街机的话，有雌虎战机。反正啊，飞机游戏也多。飞机游戏吧，很多人不愿意看，因为飞机游戏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讲，它没有什么解说的点。飞机游戏也需要背板啊，在什么时候放雷，什么时候，当然呢，反应速度是最重要的，这是肯定的啊。彩晶1945，对。还有那个彩晶的那个叫什么《战国之刃》，《战国之刃2》呢，到目前为止啊，我都是实在是没法做它的那个视频，就是游剧的，它那个观看的时候总是出现延迟。《战国之刃2》呢，其实隐藏元素非常多的啊，比如说咱们正常可以选那几个人，一个大奶啊，一个叫大奶，就是他放那个雷是临兵斗者接阵列在前那个，然后再就是一个和尚，还有机器人啊，其实也可以叫武士吧，说机器人有点过分了，叫武士，然后外加那个一个小妹儿啊，带个猫，然后隐藏人物呢，其实一共有3个隐藏人物吧，一个是用刀的那个可以直接调出来，还有一个呢好像是世嘉土星版本，世嘉土星版本呢，你玩的话呢，可以直接选出来那个黑女啊，黑衣女。好，看看。飞机游戏不好解说的啊，因为你没法吹牛逼，而且飞机游戏一般来讲呢，时间有的时候时间挺长，然后它大概就是打飞机游戏啊。说句实话，如果你打飞机的话是自己玩好玩，但是你看就不好看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飞机游戏是这样的，你要看的话就是没意思，你玩还好点。当然有一些非常极限的东西，比如说 PC 版的那个东方系列啊，看起来也就是挺爽，就是弹幕游戏啊。就是子弹就跟海量弹幕似的，但其实我觉得不大啊。大小激光伤害一样吗？我感觉不一样吧。这当然只是我感觉不一样啊。怎么区分是合金弹头2还有叉？在这一关区分最简单啊，就这个大型坦克啊，18号坦克在合金弹头2里面是没有的，只有叉才有。这个坦克呢，它的原型应该是合金弹头第1版啊。
它出版的这个合金弹头出版的这个第几关的 BOSS 啊？第4关啊，应该是。好，这个火车真的凶啊！这个是地铁。梆梆梆梆梆梆。手枪焊地铁也非常凶啊！其实这个哥们还是没有用如果用连发的话啊，大家伙知道啊，这个游戏有连发也照样是厉害。你要把连发打出来多爽，那个射速啊非常爽的。为什么不解说拳皇了？有比赛还会解，现在比赛比较少。然后呢，2000的比赛呢？好像今天晚上会有，但是我已经跟这个郑老板约好，说跟我包今天晚上10点钟皇城 PK 拳皇97金腰带争夺大赛啊！上一届的冠军是第1届的冠军是我狼啊，之后我狼获得冠军之后啊，就是退隐江湖。今天重出江湖呢，只是要告诉大家伙啊，我没有老啊，我还可以，我还能升，好吧？好，这关呢是。这种其实刚开始玩的时候就我们小时候管这个叫丧尸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长得确实也挺像这个丧尸的，但是呢，它跟那个行尸走肉啊，或者说像那个咱们合金弹头3里面那个丧尸，它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是真的是丧尸啊，移动速度慢，但是呢攻击力强大啊等等的，但是这里面这个应该就是生化的怪物，它这个应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化危机。它不是所谓的那种丧尸危机啊，就这个怪物呢，它又能爬墙，还能倒挂金钩，还能自爆，非常厉害啊！该扔手雷的时候扔。这里面咱们大伙儿看没看见啊？就是打这个小兵的时候，它也正常消耗的。很多人都喜欢打 BOSS 的时候把这个手榴弹再用光，但事实上呢，速通玩法就是一个字儿，就是要快，一定要快。如果要是慢的话，你懂吧？啊，那还不如快呢。咱们看，准备好，什么时候扔手榴弹很关键，提前扔，但是呢，跳下来打这个燃烧弹。好，先进去，利用这个无敌时间啊，结果被打了一个自爆，这样的话伤害少了一点，不过不要紧。2个手榴弹跳起来打2发，好，再来，已经没有手榴弹了啊。这样的话，其实还是要骑到那顶上，还有雷。还有雷，一个雷，16个雷大概是，还是选择用这个燃烧弹比较好一些啊。好，他又少打1发。人脑呢缺点就是容易失误，比如说你看他刚才的那个少了一只机枪的胳膊，这样的话少了挺多伤害。然后呢再加上那个咱们刚才那个燃烧弹啊，少打了1发，对吧？而且玩的呢也不是特别奔放，还是属于人脑套路。没有雷了，最后一点，你看。1v2 版本啊，这个 BOSS 的血量是真的厚啊，相当的厚，可以选择 AB 直接把这个这个 BOSS 给炸掉。这么一看的话，最后一关的那个大飞船应该是血量超级厚的，那打起来应该是更难打了啊。这一周小狼每天都来，我每天10点按时睡着，再也不失眠了。我最开始做解说的时候吧，我这人吧矫情。现在我也矫情啊，但是比以前好多了。我矫情是啥呢？有的时候吧，我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症。比如说，有很多人说小狼，你真对吧？你真好啊，有你在我就睡得真安心。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我操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解说就这么面吗？居然就听睡着了啊！最开始我以为是在损我，后来我发现啊，所谓的催眠是在夸人，而不是在损人。真事儿啊，这是在夸人。比如说很多人经常看老郭的相声睡觉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管这个小时候管这个叫这个奈何桥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地方有难度啊，兄弟们，不要以为很简单。他用这个小推车的这个子弹，小推车子弹有个好处就是一旦爆炸了之后呢，有一个溅射效果，一刀。好，我们看看徐锦江，打锦江的话怎么打？跳起来用刀，好，这个玩法。非常狠，就是卡住歪中，漂亮，一个虎鲸，直接给这个不是 Modern 啊，怎么是 Modern 是艾伦啊，这人是艾伦的啊，直接吐死了。
吐死了之后呢，然后事实上没死啊，事实上这个艾伦呢，跟虎鲸搏斗了一番，最后虎鲸没有办法，又把它吐出去了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吐出的骨头呢，其实是那个虎鲸吃的其他的那个其他人的骨头啊，并不是他自己的。没有小狼真的睡不着。这样的，我记得你看那个吴京两口子为什么跟郭德纲关系好？那不吴京说嘛，想当年他在香港拍电影的时候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戏火人不火啊，有的戏非常火，但是他人不火，他那时候没找到自己的这个点，有的时候吧也很郁闷啊，也说赚钱呢，虽然说比咱们正常人啊确实要富有一些，但是呢，相比那些大明星他还很差。那个时候他据说。他从对吧？他从咱们大陆去咱们中国香港是吧？说白了不太好混啊，他自己说的嘛啊，不太好混。然后呢，每天很无聊，就只能看老郭的相声啊，对吧？看老郭的相声来度日。我就是有一天传说中啊，有一天我狼，对吧？我狼虽然说呢，这个现在啊作为解说啊是一个冷门的一个区，比如说咱们街机游戏、格斗游戏，但是我狼呢，这个也是伴随了很多小伙伴呢。睡得很好。咱们假设，其中咱们有一帮人，有人发达了啊，这个赚钱了啊，发财了，然后呢就想起来小狼曾经给我带来无限欢乐，是吧？然后呢就接济我一下啊，看着我狼那个，比如说我狼已经40多岁了啊，40多岁之后呢就非常怎么说呢啊，就非常那个，可能是就比较落魄啊。怎么越说越像那个脱妻献子呢？有点像那个于谦那个脱妻献子啊！开玩笑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还得是要靠自己啊，永远不要靠别人啊！而且呢，咱们这个啊，都是咱们之间互相都是交朋友啊，都是交朋友，不要搞那些什么这种啊，比如说咱们正常，我狼让你催眠了，是不是？那这就是咱们互相啊灵魂上的共鸣啊，不要搞那些有的没的啊！我甚至啊，其实我做直播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儿，比如说经常有很多粉丝啊，他这个甭管是男粉还是女粉啊，然后两口子呢吵架啊，然后我狼就是灵魂伴侣了，我狼就直接就是给他们劝和了啊，对吧？都是做过好事儿啊，反正这个意思啊。好，看看这里面呢，咱们。为什么要用刀啊？很多人说快点给他整死行不行啊？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可以，但是咱们一定要留着这个子弹，这个子弹是要一会儿秒 BOSS 用的。你要不留这个子弹的话，你懂的啊，对吧？王者饱和了，它不是饱和啊。现在我跟你说，想解说王者很简单，要么呢，首先你就是本身就特别有人气，你转过来啊。第二呢，就是你技术是绝对牛逼，就是你这个技术就是牛逼，你随便玩就上国服啊，就是国一。啊，谁也抢不了你，就上演员的情况下，勉强能坑一坑你，但是就带飞，就是屌啊，就是巅峰赛就是积分第一，演员也演不了你那种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呢，这个肯定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再有一点呢，再就是什么呢？再就是说你本身就有人气啊，那你对吧？你像我狼这个技术，说白了啊，靠勇者积分上微信苹果区的王者的那种选手。啊，玩2局必骂人，必会骂人，又菜又爱玩，还爱逼逼。像这种我狼这种啊，那就再见。玩王者就是那个节目效果呢，你只能往哪转呢？就是菜逼解说啊，就是自己玩的跟狗似的啊那种，经常容易崩盘。那可以，对吧？好，看看接下来这 Modern 啊，你看这个 Modern 直接被抓上去了。这个他老容易被抓，好，还玩个球啊！这个球说白了啊，咱们看看，再等，等他出来，等这个传说中的这个什么出来，哎，你看他这个速通，他为什么要吃这个500分呢？对吧？那个信，好，他在节省手雷，这46个手雷，它是一会儿用来打这个球，如果一旦这个球爆了之后呢，它会把左边的那个房子给砸碎，啊，必须强行砸碎啊，它强行给你砸碎，然后砸碎之后呢，咱们就够不到那个母体飞船了，所以说呢，也只能说是
等那个飞机，等那个卡车给咱们运一个坦克下来。这个时候你看他留了40多颗，这个雷为什么不放呢？赶紧秒掉不好吗？不好，因为一旦啊这个他放出小火星飞碟出来，你没有雷，对吧？你没有雷，你就会很危险。这个小伙子非常的赖的啊，非常恶心的。好，躲这个雷啊还是很好躲的。其实你跟他站一条线就可以躲，33个手雷。哎呀妈，这1v2版啊，这个 BOSS 的血量是厚的跟狗一样。确实很厚，真的，你们不相信啊？就有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女粉丝，其实他俩都是喜欢看我视频，他就跟我说小狼啊，那个你能不能在你的视频里帮我找他啊？他的网名叫什么什么，你让他回家，你跟他说我错了啊，这个我现在找不到他了，他失联了，我怕他有危险啥的。后来我确实是做过这样的视频，然后后来呢，就专门给我发了一个 QQ 说狼那个回来了啊，谢谢啊，就真事儿啊。好，音乐，这个音乐非常的励志啊！这个时候咱们看这个雷一定要扔，它这个小飞碟一让它出规模了之后就不一样了，小飞碟非常恶心，它是个移动的小炮台啊，非常恶心啊，要控制。好，而且还炸出来一个 R 的子弹，快速输出，然后再吃 Harry Machine Gun。这个有的时候这个 H 子弹呢非常好，它不仅输出还是挺给力的，而且它能斜着打。它斜着这个打的话呢，它就有这么一个特效啊，就是可以，哎呦呦呦！看不看见那个子弹直接打到那个什么了？打到那个小兵那个盾牌上了，救了咱们一命啊！这个运气比较不错。好，终于给咱们运来这个东西了啊！如果要是再不运来这个，已经攒了4个这个飞碟，兄弟们，1v2版本啊，攒了4个这个小飞碟，太难了。好，吃到坦克上，那 Lasergun 不要管它啊，不要管 Lasergun 了，咱们直接就是啊，他还是要吃。因为喷射这个大激光炮的时候，咱们可以进行一顿的输出，但是已经没有雷了。确实难啊！正常的版本的话，现在确实已经死了。好，还有6个加农炮，可以的啊！梆梆梆梆，好，直接打爆。26分钟50多秒，26分钟50多秒啊！严格来讲，应该是20分钟不到50秒啊，因为它前面还有那个开头动画。你看，这就是我说的刚才那个，就是那个农民的那个开那个农药飞机的那小子。然后开着自己的这个飞行员，直接就撞向那个外星母体，然后直接炸了。当然呢，这是第一部啊。第2部的话呢，应该是紧接着就是《合金弹头3》的剧情啊，承上启下，就相当于什么呢？《复仇者联盟3》啊，《复仇者联盟4：终极之战》啊，就这种一样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让人类呢还是团结到一起。这个 Margo 已经是困得跟狗似的了啊。好了，不多说，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 China 开心给大伙儿表演了这么1v2版的视频，在最后的时候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啊，因为这4个飞碟确实很变态，不过呢也是非常及时给咱们运来了那个坦克，所以说呢有惊而无险。最后呢感谢大伙儿的收听，如果大伙儿喜欢小狼解说一键3连支持我狼，我们下期再见。